台独正变成假议题，中国的统一将会是渐变还是突变呢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前后，美国、日本、韩国，甚至还包括菲律宾，都在强调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。在中美元首会晤之时，拜登向中方2次承诺，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不支持台独，不支持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，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来遏制中国。美国一方面拉着盟友强调台海和平，同时呢又要向中国保证不利用台湾问题挑衅中国。这里面可以解读出2条关键性的内容。第一，美国在军力下降之后，正在通过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来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，特别是要阻止武统的发生。第二，美国也需要压制台独，避免给中国创造直接发起武统的理由。这2点呢，又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就是美国正在利用其影响力避免台海发生武统。原因呢，又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和军力加速强大。其实我们再往深里想一想，就能发现国际社会给台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。也可以说，妄想通过台独的活动来分裂中国已经没有可能。马英九的前智囊团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顾问赵春山认为，在中美会晤之后，台独已经是一个假议题。他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，说台独是假议题，主要基于这么几点。首先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，国际社会的一些右翼分子、反华分子，试图通过鼓动台独势力分裂中国，已经不太现实。第二，中国大陆已经拥有绝对的实力来遏制台湾地区当局走向台独。第三，台湾地区当局在明面上已经不敢直接说独立，但正在以维持所谓现状的方式来拖延时日。美国不断地提及台海和平，从本质上看，就是要阻止中国的统一，并且要以制造舆论的方式来进行。而中国大陆在未来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：台独变成假议题之后，两岸统一的进程将如何推进？这的确值得我们探讨。首先，统一行动不排除是突变，但是更有可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突变往往是以武力为标志，这种情况包括突然发生的台独挑衅事件、外部势力介入引发的军事危机、两岸之间的军队在互动时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等等。当然，这种可能性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，而更大的可能性是两岸的统一或许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两岸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。中国大陆甚至突破了绝对安全的临界点，进一步降低了外部势力干扰的可能性。到那时，台湾岛将在大陆绝对实力的碾压下被迫接受统一，而且主要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实现。这个过程可能比较长，当然也可能比较短。第二点是，中国大陆将把打击台独工作当成统一行动的重点，通过立法加大惩罚台独分子的力度，利用大陆的影响力一点点勒紧台独脖子上的绳索。大陆通过法律行动打击台独就会非常灵活，慢慢压迫台独分子的活动空间。这种办法也非常必要，因为它可以分化普通台湾同胞和台独分子，把统一行动当成是执法活动。不过，用这种方式推动统一，也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。第三个可能性是中国大陆主动推进突变，也就是做好万全准备工作之后，要求对方进行谈判，通过以武逼统的方式来实现两岸的统一。与全面武统不同，这种统一方式，打仗只是手段，谈判才是目标。这个过程可能也比较慢，比如双方打打谈谈，过程比较长，也可能是暴风骤雨，让台湾地区当局陷入绝境。
从而快速完成谈判，最终以和平谈判、和平统一为标志作为结束。而付出的代价，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进行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，因此其代价也相对比较小。总体来看，台独正在变成假议题，中国大陆面对长期斗争和主动推动台海局势改变的准备，无论是通过法律手段，还是利用绝对的实力，或者是以武促谈、以武逼统，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。这可能就是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情况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